左前刹车失灵。6号赛车失控了，它飞起来了！车轮飞出去了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幕！车手还在里。谁？这是车队禁区。关朗要害你，他在你刹车片上做了手脚。神经病！关朗是我们车队维修多少年的老师傅了，我车都是他保养的。爷子，他叫我野子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这么叫我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保安呢7天后，澳大利亚站墨尔本阿尔河的公园赛道，救护车从赛道到皇家墨尔本医院17分钟，手术做了9个小时，你醒不过来，你在 ICU 躺了20年。疯子，哪个对手车队派来的？可是他怎么知道提要？他怎么知道左前？老头，我数到3，你走。这道帮，我爸16岁在县城修车铺被一桶滚烫的飞机油烫。这道帮，全世界只有3个人见过，我妈、我，还有我爸自己。你是谁？我是江振山，20年后的江振山。你爹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在医院里做了20年，做到今年清明，你妈走了。我妈走了。20年后，我妈走了。我只有7天，过1天，虚1分，第7天天亮，你看不见我了。第7天，是决赛日。嗯，你来就是告诉我别上场。告诉你别上场，你这辈子就成了那个临阵脱逃的江野。我不替你活，我替你看。这7天，谁动了你的车，谁动了你的人，谁动了你的命，我陪你一个一个捋出来。这老头说话的腔调跟我爸一模一样，只是温了一点，温到我有点不敢认。爸在县城从来没问过。叶子，人做20年，什么棱角都磨没了。你写。第41圈，左前刹车碟。爸，这7天，你住哪儿？我哪儿也不去，我盯着你的车。爷子，T11今天慢了0.3秒，你左前刹车点提前了2米，怕什么？6年了，关朗，我现在要怀疑你。昨晚没睡好。决赛前1周还熬，嫂子知道得拧你耳朵。我没媳妇。对哦，我先去看一下左前刹车系统，你早上跑得我心虚。他主动提左前。0427，关朗儿子生日，所有车队系统密码，他都用这串。6年前他喝多了告诉我的。爸，李子，吃了没？吃了。吃啥了？盒饭。盒饭顶个屁用！爸，我下周日跑墨尔本。你不问我紧张不紧张？紧张啥？你16岁，在修车铺，把我那台2手桑塔纳零件全拆了又装上，装完还多出来2个螺丝，你紧张过？没。那就别紧张，挂了。剁完这扇排骨，你妈喊我吃面。我妈20年后，我妈走了。20年后，这边没人喊我爸吃面了。吃，少辣，煎蛋溏心。你12岁那年开始，只吃这一种。我跟现在的爸说过800次少辣，他每次都说男人吃啥少辣。这一碗少辣的面，我等了17年。慢点儿，躺20年的人什么都记得，就记得你12岁那年，半夜偷我钱包出去吃辣面，辣的在巷子里蹲到天亮。我从那天起自己学着煮少辣，你妈嫌我手艺差。吃完去看关兰的左前，他下午2点40会从 B 区配件柜取一片刹车碟，那片是废的，
那层被磨薄了0.4毫米，他要拿它换你比赛用的那片。真的换了，关老真的换了。关朗收了多少？还不知道，但他用儿子生日做工牌密码。关小宝今年8岁，要去市重点读书。他老婆做化疗第2期，他需要钱。爷子，他给你儿子取小名叫刹车皮。我知道，这件事儿20年后我躺在 ICU， 有时候清醒我就在想，关朗他后来过得也不好，他3年后得了胰腺癌，走了。他临走前1年，跑到你病床边跪了整整1夜，你那时候没反应，他磕了3个头走了。操！我不知道该恨他还是该救他。爸，这事我自己处理，你别替我心了。行，你处理，我看着。江爷，摩2首战赞助商盯着年度积分。魏骁那边今年状态太好，你压力不要太大。跑不出 P3，正常发挥就行。跑不出 P3。顾振言，你赌我输我知道，你赌盘开在哪我也快知道。涂总，我冲 P1，有志气。来了。对了，医务那边赛前药检司曼负责，他说你最近用过2次双氯苯西阿。司曼，涂正廷的小姨子，鸟样 AB 平，20年前那场，这才是真正把我定死的第2秒。没问题，今天下午就过去。江队 ，A 瓶现场封 ，B 瓶冷藏，流程标准走。司医生，我要1份全程录像副本。录像在我们这里存档，运动员没有调取权限。那我自己录。江队，这违反。司医生，这只摄像头型号 FIA 备案过，从我进医务室门那一刻起，它已经在录了。你愿意停我就停，但停下的录像会自动上传车手协会云。野哥，我是阿磊，师傅的修车铺被人砸了，7、8个戴口罩拿钢管的，师傅胳膊断了。爸，人呢？在县医院，师傅死活不让报警，说怕影响你比赛。爷子，让开！你现在回去，正中涂正平下怀。他要的就是你第5晚上离开训练基地，情绪崩，模拟期数据废，赛前体能掉1档。你回去能干嘛？你回去能干嘛？你能把你爸的胳膊接回去？那是我爸，我也是你爸。叶子，你打个电话回去，你问他要不要你回去，他说1个字儿要，你现在就走，爸不拦你。他说1个字儿不，你坐下继续跑你的拳。叶子，爸，不严重，就是右胳膊接好了。石膏，阿磊那小子嘴碎。爸，你别骗我。叶子，你听爸说一句，这事儿听你的。你说回来，爸等你；你说不回来，爸下周日看电视，看你跑。爸，你看电视。行，下周日你看电视。我跟你妈一块儿看。叶子，这一刀就要彻你后方，你扛住了。不对，液压阻尼比平时重了3档。第3刀，关朗把模拟器的液压调高了30%。我跑完今天这一组80圈，我的左肩会拉伤，拉伤之后，我决赛日撑不过40圈，所以第41圈刚好报。叶子，怎么了？阿朗，液压杆校准是不是飘了？昨晚我刚缴的，标准值
要不你再跑2圈试试？阿朗，关小宝下周开学，我让助理送了一套书包文具，你别推。我没揭穿他，我给他留了一扇门。这扇门，他自己开不开，我等他。江队，你模拟器液压被人加了30%，你跑了3组，左肩刚下肌轻度撕裂，再跑1组，你这赛季就别想完赛。江医生，你怎么看出来液压被加了？你前年在巴塞罗那液压杆故障，跑了8圈才发现，那次刚下肌伤的位置跟现在一样。你记得？我做了732份车手机询档案，每一份我都记得。732份，他说每一份我都记得，像在念自己孩子的名字。江医生，我听说你下周2飞墨尔本。我男朋友在墨尔本读博，我请了7天年假。那你正好，看完决赛再走。我不打算看决赛，我看完车手起跑就要去机场。江队，你这周睡过几个小时？加一起12个。我给你做完肩，你回去先睡4个小时。好。别熬到天亮看视频复判。我知道你昨晚把过去3年 T11的弯全看了一遍。他怎么知道？他连这个都知道。我做了8年队医，我送走过2个车手，其中一个26岁。江队，你撑住。第2个让我想哭的人，第1个是我爸。江野，魏潇，昨晚我们的数据组扫到一个境外 IP 在反复访问你们车队的内网 ，IP 归属地是马耳他。我让我的工程师把记录截了，发到你私人邮箱了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去年阿布扎比 T8出弯飞起来，你最后一个减速救我，救完之后你比我晚冲场0.2秒，丢了 P1。江野，我想赢你，我想在赛道上，在你最好的状态下赢你。别人在车上做手脚，我恶心。谢谢。 20年后，我躺在 ICU， 他来看过我4次。每次他都坐我床边，跟我聊上一圈的赛况。他赢了7个年度总冠军。他每次最后一句话都是：“江野，我没赢过你。”爸，你的手没事。我说过的，过1天虚1分。爸，爷子，坐下。但是爷子，你听爸说，你赢了听证试，你拿不到 P1，你只有第41圈不出事儿，然后自己的车、自己的人自己冲过终点线，你才赢了。我知道。我躺20年，想明白一件事：对手要的是你的命，你要的不该是他们的命，你要的是那条线。这老头比现在的我爸通透太多。20年，他在 ICU 旁边那张木椅上做成了哲学家。爸，你跟我妈20年怎么过的？你妈每天给我送饭。她62岁那年腿不行了。他拄拐来，68岁坐轮椅来，他最后一次来是71岁，清明前1天，然后他回去，夜里走了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其实那天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他不想让我看着他走，所以他跟你告别完，自己回去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在你29岁跑过来，挡着第41圈，不光是为了你，是为了你妈，她以后有人吃她煮的面。你看，叶子，阿朗，我不问你为什么。关小宝的医保覆盖不到的那一段，涂正廷给了你多少？我给你翻1倍，从我个人账户走。你老婆的化疗改到上海瑞金，我去年帮人对接过那边的主任，我这周就打电话。
作为交换，你做2件事：第一，今晚11点前，把那片真的刹车碟装回我车上；第二，明天决赛，你照常做技师长，一切如常。叶子，我不配。阿朗，我儿子的小名叫刹车皮，这名字你帮他取的。你6年前喝多了跟我说，要是哪天我跑出年度总冠军，你就被关小宝抱来让他做我赛车的领奖台合影。这事儿，你欠我，你赖账，你这辈子过不去。叶子，今晚11点前装回去。还有，涂正廷让我第1夜里把你引擎 ECU 里的 TC 阈值改到0.3，他说要让你出温打滑一点点，信号。什么？你照他说的改。明天起跑前10分钟，我跟工程师当着 FA 技术代表的面调回标准值，这样涂正廷就会知道，他给的 TC 值没进我车，他会慌。他一慌，他会在赛中用车队无线电亲口下另一道指令，那道指令会被全网13亿观众听见。6年了，这是关朗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害怕的表情。江队，明早8点你会收到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你和江医生在房间里。决赛前2小时，这段视频会上微博热搜第1。想撤，回复1。不对，隔壁那间是空的。我昨天进酒店时，前台说整层只开了我1间。江队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隔壁车队的实习工程师，我找错房间了。FIA 的临时证，正面是车队 logo， 反面是词条。这层楼号有点乱。真工程师绝不会挂反。3个，不是窃听，是摄像头。涂正言，你想干什么？第5把刀，这把刀不动我的车，不动我的身体，动我的名声。决赛前2小时，我登上热搜第1 ，FIA 起跑前必查我作风，我拿不到发车许可，我连第41圈都跑不到。可是我跟江河从来没在房间里见过面，他们要的视频是伪造的，用我房间的真实场景，加上某个跟江河身形相似的人 ，AI 换脸。今晚必须发生一件事，让真江河出现在我房间附近，把伪造视频和真实时间线对齐。叶子，出事了！爸，涂正廷今晚要调江医生。他从哪个口子下钩？我房间外面那个假工程师，8成是来放饵的。江医生要是今晚被任何理由叫到我所在的这层楼，他们的视频就齐了。叶子，你别让他来，你自己出去。你今晚10点自己穿过大堂，从我房间躲房门，你从我房间门里，涂总，我房间里那3个摄像头该撤了。爸这一手叫反向亮刀。我直接走到他门口，告诉他，我知道。告诉他，你那段视频只要敢发，我立刻把摄像头是你装的这件事儿捅给 FIA。他一捅，他第1个晚，他不敢发。爸，你怎么想到的？叶子，我躺20年，什么没听过？建议亲自进。他们用的摄像头是装的，你现在让他自己。江野，这么晚？涂总，我房间里那3个摄像头该撤。他在想3件事：1，我怎么发现的；2，我是来谈条件还是来宣战；3，我背后有没有人。江野，你跑车跑累了吧？什么摄像头？你说清楚点。床头灯台座下一个，电视柜后面一个，浴室淋浴喷头里面一个。型号是斯铂牌 ，Z7 微型，带5G 回传。涂总，我刚把序列号发给 FA 技术安全官了，我没发，我故意炸的。涂总，我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你，但您是车队总监，
赛前1夜，车手酒店出现摄像头 ，FAA 查下来，第一责任人是您。您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今晚12点前，这3个摄像头自己消失；明天我的房间被 FAA 安检，扫不出任何东西。这件事儿到此为止。第二，这3个摄像头还在。明天起跑前1小时 ，FIA 技术安全官会带着无线频谱仪扫遍车手酒店。涂总，您觉得斯铂 Z7的5G 信号扫得出来扫不出来？江野，你太累了，回去睡，明天好好跑。撤了。他自己把刀从我喉咙上撤了。爸说的对，对付涂正言这种人，你不用扎他，你只要让他知道你看见他了，自己会缩。江野，你赢这一夜，明天赛道上我们再说。他没认输，他在告诉我，他还有一把刀，这把刀在赛道上。来，明天赛道上见。野子，爸，你妈让我跟你说一句话。她说什么？她说：“野子，妈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儿，就是你16岁那年把桑塔纳零件全拆了又装回去。妈知道，你29岁跑 F1，你也一样能装回去。去吧。第41圈，T11出弯，你比往常早3米踩刹车。就这一脚，别的你自己来。”江队，谢谢。我把机票退了。我跟他分了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7年来每次他视频问我今天累不累，我都在回他还好。其实我每天在想703份机群档案，哪一份的车手今天又超速1秒，他不懂这种累。江医生，决赛跑完，我请你吃面，少了。好。TC 阈值，调回标准值。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他给的 TC 阈值没见进我车，他知道关了，反水了。他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，什么都不做，让我跑第41圈，刹车碟还是会爆，他赌的就是这个；二，他知道我已经布好了局，他会在赛中亲口下另一道指令，5刀，不管他选哪一个，他自己就完了。你看，我从16岁起做的每一件事，都在为这一脚刹车做准备。江队，前方 T7，你左前胎温度异常，比右前高了12度。12度的价值，不可能在12圈里突然出现，要么是数据假，要么是传感器假，不管哪个，都是孟千动的手。孟工，我感觉胎温正常。江队，你相信数据？进站换胎 T7前的配对温度还有8秒。8秒，他在掐我节奏，他要我进站。左前胎、新胎，温度区间应该是102到118，右前、新胎10616，正常差值压2度。孟倩说，左前比右前高12度，也就是说，他在告诉我，我的左前是128的，128度，临界值是125，他在告诉我，我马上要爆胎，所以我必须进站。进站需要多久？21秒。21秒，我从 P1 直接掉到 P6，然后我再追不到 T11弯。涂正廷的第6把刀
他从昨晚就买好了。他知道我会换刹车碟，他知道我会换 TC 预值，所以他换了另一个口子，赛道工程师。蒙公，我不信。杨野，江队，数据显示，蒙公，我信我的屁股，我的屁股告诉我左前没问题。杨野，这是车队指令，进站换胎。来了，他亲自下场，他知道孟谦压不住我，他自己来，这就是我要的，让他在直播无线电上亲口下指令。涂总，昨晚10点，您门口那段对话 ，FICA 技术安全官今早已经收录。涂总，现在全网13亿观众的耳机都在听你说话。您要不要重新组织一下语言？爷子，我把孟谦的椅子我做了，我刚刚把传感器数据调回来了，左前118，右前116，正常。收到，继续推。关老，6年，这一次你没赖账。别看仪表盘，叶子，我刚刚扫了你车上的传感器日志，你的备用刹车油缸有人换过，换的那一罐沸点比标准值低40度。刹车油。昨晚我让关老装回真刹车碟，涂正平今天上午赌我以为安全，他不动刹车碟了，他动刹车油。低40度沸点的刹车油，在我连续重刹下第35圈左右会沸腾。刹车油一旦沸腾，液压管道里全是气泡，踏板软掉，我踩下去踩过。第41圈，71前我踩不出来减速，我直接贴墙，这才是真的第7道。爸说的那个刹车谍报只是表象，真正要我命的一直是刹车油。爸，你20年在 ICU 旁边听见的那些，有没有人跟你提过刹车？爷子，我们没有备用方案。进站换油需要2分10秒，你出来直接 P15。不进站，你跑过第35圈，踏板软。不进站，也不让踏板软，只剩一个办法，少用刹车。我把自己变成一台不靠液压的车。诡异！江野的过弯方式从第29圈开始变了，他不再用入弯重刹，这是 F1 赛场上近15年没见过的5点刹车法。魏西追近了，魏西正在追近。野子，人做20年，什么棱角都磨没了。我没有棱角的时候，我还能跑。江野 ，P3的车队让你卡一下魏西，我们让阿斯顿先过。涂总，我 P1。江野，你现在让位。他又开了无线电。16圈前，他被我堵回去了。现在，他还要下指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知道我没换刹车油。他堵我，第41圈踏板软，自己撞。他在抢一个免责声明，他要让全世界听见。我让江野让位了，他没让，他自己撞了，跟我没关系。这才是这道指令的真正用意。可惜，我没要撞。涂总，你跟马耳他 IP 尾号3471的账户解释，这不叫让位，这叫操纵比赛。你跟你昨晚10点门口那段录音解释，这不叫车队指令，这叫预谋伤害。你跟你今晨9点亲自给孟工程师发的那条短信解释，尾号和换油已完成，沸点低40度，执行。这不叫策略，它叫蓄意谋杀。我的天哪！刚才车队无线带上，江野提到了蓄意谋杀，
FIA 的实时监控应该正在回放。涂正廷，这把刀你自己捅穿自己。180迈，爸说的那一脚，早3米。可是我从第29圈就不再用重刹，我的刹车油还没沸腾。爸说的早3米，还要不要踩？爸说，就这一脚，踩！江野的左前刹车似乎出现了异响，但他过了！天哪，他过了！爸，爹还是炸了，但因为早3米，我已经过了减速栏，速度掉到192，碎片的动能不够穿透下湖北。爸，你算的准，可是刹车油还是微沸腾，因为我12圈没有重刹刹。爸知不知道？爸当然知道。爸躺20年，他早就知道。真凶是刹车油，他没告诉我，因为他怕我心慌，他怕我提前进站，他怕我用尽这个完美的反击只换来一个P15。他告诉我早3米刹车掉，是因为他信我，信我会在赛道上自己发现真凶，自己解掉真凶。爸，这是用跑30年的代价陪我跑这一圈。你没替我跑，你让我跑。对不起，今天我必须赢你。天啊，就差一点，江野赢了！江野选手，第41圈您的左前刹车出现明显异响，有传闻说您的刹车碟被人调换，请问？各位，我有一个4套装，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。江野，这4份证据指向您的车队总监涂正成。我不下结论 ，FIA 会下。我只跑车。江野选手还有第5件，这只 U 盘是涂正廷今晨9点42分亲手交给我的。U 盘里是他预录的一段视频，视频的标题叫《江野赛中意外事故车队声明》。他让我在您出事后的10分钟内，第一时间上传到车队官方账号。我今早8点收到 FIA 独立调查组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，关于赛道工程师位的最后一次背景调查已经完成，他们让我完成最后一道流程。江野选手，我接受过的指令是，在您不进站的情况下，继续催您进站，直到您主动下指令为止。这条指令的发起人是涂正廷。这条指令的录音在 U 盘里。江野选手，关朗坐我位置的时候，我在外面，我把涂正深在2楼说的最后一句话全录下来。那句话是：关朗这个叛徒，等比赛完我让他全家。这句话也在 U 盘里。孟公，谢谢。江野选手，我哥2年前死在赛道上，他的赛车工程师就是涂正廷。我等他这把刀，等了2年。野子，爸看见了，你妈也看见了，下辈子我跟你妈还做你爸妈。就是下辈子你跟爸学修车，别学赛车了。爸心脏不好，第41圈那脚是你自己跑的，不是爸。爸只是来看你一眼。看见了吧？下辈子我跟你学修车。
这辈子，你跟我妈慢点走。回来了。嗯。饿了吧？嗯。你妈在屋里给你下面。少辣，煎蛋溏心。哭啥？男人吃啥少辣？爸。嗯。从今天起，你少辣。行。听你的。这3个字，我爸这辈子第2次对我说。上一次是7天前的电话里。上一次，我以为他只是因为胳膊断了。这一次，爷子16岁装完三躺钠那天，他说：“爸，我以后想跑车。”我说：“跑你妈的车！”其实那天我背过身儿，哭了。爸，你妈早就发现这个箱子了，她说让你自己看见。爸，你心脏怎么样？谁告诉你的？一个梦。3年了，你妈知道，我没让她告诉你。爸，你跑车，你心要稳。起来，男人不跪。起来，起来，吃面。叶子。那个梦里是不是我？那老东西有没有跟你说他后悔过？爸，他说下辈子他还做你。他说让你跟妈慢点走。行，慢点走，听你的。爷子，你爸这3年，夜里经常坐起来看电视，电视里没节目了，他就看回放，回放也没了，他就看你16岁那张照片儿。我问他看啥，他说看野子长出来没。妈，20年后，妈走了。妈在医院门口租了一间小屋，煮了20年的饭，给爸，给我。妈71岁，清明前1天自己走的，她不想让爸看见她走。妈，这一辈子我不让你走在前面，这一辈子我先陪你。妈，下个月我带你和爸去趟墨尔本，坐头等舱，我请假。哎呦，花那钱干啥？你们带也花那钱干啥？妈，你这辈子没坐过头等舱，这次坐。墨尔本我不去，我心脏不好。老姜，你心脏……飞机里头气压低。走，儿子带咱们坐头等舱。爷子，这车就是你那天跑的？差3厘米。爸，真凶不止3厘米，真凶是刹车油，是孟谦，是涂正廷在2楼那句没说完的话。真凶是你坐在 ICU 旁边那张木椅上的20年，那个你，在另一个时空已经看见了。这个你，
永远不需要看见。爸，你想不想坐进去？我心脏不好，就坐一下，不发动。叶子，你29岁就坐在这儿。爸不懂这个，爸只会修桑塔纳。爸，这台车最贵的不是发动机，最贵的是螺丝，总共17000颗，每一颗位置都不能错。这17000颗螺丝是你16岁那年在修车铺手把手教我拧的。叶子，多出来的2颗螺丝我还留着，就在修车铺第3层抽屉最里面。男人不哭。男人少拉。野子，我妈住院了，我跟陈小宝下个月去上海，瑞鑫的主任周3给我电话。野子，我这辈子欠你一辈子，下辈子我再当你技师长。江队，我学会了，回国请你吃。野子，快点儿！本赛季年度总冠军江野，他的获奖感言只有一句话：送给我爸，2个爸。7号床的爷爷今早是清明那天他老伴走了之后，他撑了41天。那床上这个没人来续费了，医院的规矩3天后关机。奇迹从来不是凭空出现，医生，7号床有反应。奇迹是另一个时空里有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给你打了个电话。那个电话叫爸，这一辈子轮到你听我的。像一个终于交了班的老人的笑，老人的笑。